欢迎来到女子生活魔法，我是羽毛。今天的主题是烘焙小白第一话。最近羽毛买了一个气炸锅，本来想着要研究气炸锅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突然间走歪了，突然跑去研究起妈妈的烤箱，一个很多年历史的烤箱，一个开关门有点故障的烤箱。然后我的烘焙计划就这样开始了，所以我的初尝试到底是制作什么呢？答案是面包。什么面包呢？就是这个炼乳面包。如果在制造过程中呢，我一直扫开电话看一看步骤对不对的话，那样很麻烦，所以我就做了一本这样的小册子，自制的烘焙食谱，仔细的贴上漂亮的贴纸，设计的美美的，因为很可能会收藏一辈子，所以当然要做得漂漂亮亮啦。一项一项的记录下来我所做过的烘焙成品，重点式的写下来所有的步骤，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中我就不需要一直去扫开手机，打开视频去检查到底我的步骤有没有做对，这样真的很麻烦。我只把重点抄下来，然后 highlight 一下需要用到的时间，这样我就能估计整个过程大概会花多长的时间。我还特地画了成品出炉的样子，网友很可爱。话说我第一次尝试做这个面包的时候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，可能会失败，所以其实第一次制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把过程拍起来。现在我终于决定要做成视频了，所以今天就来拍摄这一款非常简单的炼乳面包制作过程。建议各位烘焙小白可以选择这一款，我可以做成功，相信你也可以哟。无盐牛油要先拿出来软化。嘿，不要以为制作面包花的只是这一些时间哦，这一些哦，不只是这一些哦，搓揉的时间呀，醒面的时间啊，烘烤的时间，其实呢，称材料原来也是非常花时间的一个环节。来，大概来看一下我到底称了多少东西。不要管我称什么东西，也不要管我到底称多少分量，反正待会我会让大家知道每一个材料的确实重量。把鸡蛋打散，记得把一小部分的蛋液分去另一个小碗，因为把面包送入烤箱前呢，我们需要一点点的蛋液锁在面包表面。把所有的材料称好，把鸡蛋打散了，分好了蛋液之后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然后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泡牛奶，因为我没有纯牛奶，我只有奶粉，所以我就用我的方式去称一个130g 的牛奶。我的方式呢是把我的杯子放在秤上面，然后归零，然后就可以把适量的奶粉加入杯里，所以大概1-2匙的奶粉，然后再加入温水，直到重量达到130g，然后搅拌均匀。一般液体130g 呢，其实跟130ml 就差不多，所以其实你要用 ml 或者是 gram 哪一个单位，我觉得都无所谓。接下来我们量一个3.5g 的速溶酵母，加入糖10g， 搅拌均匀，然后静置10分钟，给酵母有10分钟的激活时间。差不多10分钟的时候，另外准备一个大碗，然后倒入220g 的高筋面粉，再来是3g 的盐，用蛋抽搅拌均匀，然后中间开一个井。关于鸡蛋呢，那个教学视频里面说要放30g， 可是我不管了，我就是先拿起那等一下要刷面包表面的那一点点，其余的我全倒下去了。我猜是没关系的吧。倒入45g 的炼奶，其实我觉得45g 有一点多，那会太甜吧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拿捏想要的分量。用抹刀开始从中间的区域小范围的搅拌，搅拌成干粉块状，就好像这样子的状态，然后就可以加入刚刚的酵母混合物，已经发泡了。边搅拌边慢慢加入酵母混合物。准备28g 的无盐牛油，刮取一部分，然后涂在面团的表面，还有下面。然
后用手搓揉1-2分钟。沾了牛油的面团会比较不粘手，完全没沾牛油的时候实在是太粘手了。中途会不断的把牛油加入，就像这样子涂抹在面团的上面还有下面，然后继续搓揉。因为虽然刚刚加了牛油，但是揉着揉着你会发现面团越来越粘手，所以我就把牛油分成几个环节，分别涂抹上去。觉得沾手的时候就涂一涂。2分钟了，面团也比较均匀了。接下来取一点食油，然后刷在垫子上，把面团放在垫子上，然后就开始向内折，然后搓揉，就好像使用搓衣板的那种搓揉方式。搓揉的幅度不需要过大，不需要把面团拉得太长。觉得粘手的时候，继续涂上牛油。牛油用完之后呢，还是觉得粘手的时候，就在垫子再多涂上食油。就这样重复内折、搓揉还有甩打的动作15分钟，直到面团光滑。在大碗里涂上食油防粘，把面团放入碗中，让面团上下都沾油。裹上保鲜膜，静置1小时，室温醒面直到双倍大，很大很光滑，底部呈现蜂窝状。在面包模具里缩油防粘，把普通面粉倒在垫子上，摊开涂抹均匀，防粘。直接把大碗翻在垫子上，让面团自动滑落到垫子上。面团会粘手，所以要抹上面粉。抹上了面粉之后呢，接下来的步骤就是用手掌压扁排气。可是到这里我做错了，那我直接就拿出我的擀面棍，然后直接就抹上面粉，然后直接就擀了。搞错了，先假装来排气一下，用双手压扁排气，然后用擀面棍擀成椭圆形，左右内折。末端不要马虎，稍微把它整理得窄一点，然后再把它卷起来。把收口捏紧。因为有一点粘手，所以我多涂抹一点面粉。稍微整理一下形状。面团切板抹上面粉防粘。把面团切成几份。切的时候动作要快，切好了就可以放进模具了。先裹上保鲜膜，让它醒面40分钟。所以其实做面包是非常花时间的。等你体验过之后呢，你就不会再嫌弃烘焙店里的面包卖得贵了。30分钟过去了，我们的面团也已经膨胀的差不多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先来预热烤箱，180度上下火，预热10分钟。时间到，面团终于可以进入烤箱了。进入烤箱之前，把我们刚才留起来的那一点点蛋液涂在面包的表面。烤箱也已经预热完毕，是时候把面包送入烤箱啦。20年历史的烤箱门有点故障。
180度上下火先烤个15分钟。15分钟之后呢，面包的表面已经焦得刚刚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放上一层铝箔纸，不然的话，面包的表面会太黑。同样的180度上下火，继续给它烤个20分钟。在面包出炉之前呢，把彻底融化的无盐牛油和面奶混合在一起，搅拌均匀。待会面包出炉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趁热刷在面包的表面，然后面包的表面就会显得油油亮亮，很漂亮。教学上呢是无盐牛油25g，面奶15g。但是上次我根据这个配方，我说完面包之后呢，实在是剩下太多，所以这次我就把那个分量减了，但是我忽略了比例这回事，所以这实在是太浓稠了。这说在面包上一点都不亮，反而是雾雾的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可以像我一样调配少少的分量，但是要注意无盐牛油绝对要多过面奶差不多1倍。出炉。我们需要趁热把无盐牛油和面奶的混合物刷在面包表面上。所以这个比例真的是调错了，是怎么刷都不会亮呀，雾蒙蒙的，对不对？成果是这样，一点都不漂亮。幸好呢，我第一次做的炼乳面包，涂上无盐牛油和炼乳的混合物的那一个 moment， 我有把它录起来。好力搞爷找海，我的第一次的那个成品是有点丑啦，但是是一个很好的示范。您看看，涂上去就觉得油油亮亮的。你看一下我的这一碗混合物，是不是跟刚刚的非常不一样呢？这一碗黄黄，好像蛋黄。然后很丝滑细腻的感觉，记得咯，这就是彻底融化的无盐牛油25g，然后再加上炼乳15g。但是我涂完真的是剩太多了，好浪费，所以大家自己斟酌一下那个分量，反正比例是告诉你的。我把它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涂上了牛油炼乳混合物，但是还是剩非常多。稍微风干之后呢，面包也冷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面包切片。冷却后的牛油炼乳也比较不粘，